杨梅竹斜街保留下的历史古迹非常多，包括书局、会馆、名人故居等。前几年在改造过程中，最大程度保留了原貌，新增的书店、非遗手工作坊、艺术工作室、咖啡馆和餐厅都很有个性，店铺里的物品也颇有特色，是一条既古朴文艺又时髦前卫的老街，很值得大家有时间去逛逛。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每周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古老街巷，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杨梅竹斜街位于前门外梅市街路西头到延寿街。清朝乾隆15年京城全图中标注为杨梅坡斜街。据说这是因为清朝前期这条斜街居住着一位善于说媒的杨媒婆。清朝光绪年间，谐音并雅化为杨梅竹斜街。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时，将嘉兴胡同以及义池大街并入，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全长490米。杨梅竹斜街的西段就称义池大街。义池大街虽名为大街，实际上是胡同，而且被称为北京最短的胡同，但并非真的只有1尺长。按史料记载，它长约30余米。经实地测量，现在义池大街时长25米。当年胡同路北3个门脸全是刻字店，路南3个店铺分别是大酒缸、铁匠铺和理发店。通过义池大街向东，从杨梅竹斜街的西口进入，不久就会见到路边一座2层砖木结构的楼房，这是市检书局北京分局旧址，门牌号是75号。市检书局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一层中间是简易的双开门，两侧为平窗，大门两侧为艾奥尼柱，2层带有方形规格的壁柱，顶层设有中式的女儿墙，女儿墙中间镶嵌了欧式盾牌形装饰。市检书局最早靠出版言情小说起家，后过渡到理工类图书以及翻译外国图书以及中小学教材，逐渐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后第3大中国民营出版业。1950年停业，旧址现已改作民居。民国初年，中国的出版业得到极大的发展，杨梅竹斜街是北京出版业最集中的地方，号称出版社一条街。短短不到500米长的街上汇聚了世界、正中、开明、广义、环球、大众和中华印书局7家书局。这些书局承担起文学、地理、科技、外文等图书的编纂和出版的重任。如今，这些书局外观保存的较为完好的，只有75号的世界书局了。正中书局的旧址也还能找得到，现在是梅竹斜街98号。外形和世界书局旧址类似，只是如今已经被拆改的面目全非了。再往西，街南侧的66至70号是吉安斋咖啡书吧，曾是具有400年历史的京都吉安堂王回狗皮膏药铺旧址。我们在第11期逛药五胡同时介绍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现在的吉安斋是一家清真风格的咖啡书吧，店内还保留了吉安堂的木匾、药臼、炸药刀等记载着吉安堂历史的物件。吉安斋的对面61号有一座敞亮的金柱大门，这里在100年前叫做有溪会馆，是由清代湖南湘西人出资建立的。192年的夏天，一个出身行伍略显消瘦的青年，弃武从文之身来到北京，因与会馆管事有点远房表亲关系，得以不花租金入住于此。这个人就是沈从文。20岁的沈从文满怀憧憬独闯京城，来北京最初的打算是求学，然而高校毕业的学历却将他挡在大学门外。进大学正是求学无门的沈从文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和写作，每日2个馒头和泡咸菜是他难得的佳肴。到后来，高校文化出身的他终于成为一代文学大家。
这座会馆在名人辈出的宣武其实算不上什么，但沈从文在这里短暂居住过，让这座会馆逐渐被人熟知。除了有溪会馆，杨梅竹斜街里还有和韩会馆旧址，位于现在的16号。所谓的和韩会馆，就是安徽和县和韩山两地的会馆。这一点非常类似前孙公园胡同的西津会馆，指的是无锡和金贵两县。在北京，两县共用一个会馆的情况并不多见。在胡同的中间，路南有一座3层的建筑，深红的圆形拱门，门楣上石匾，白底黑字，名为青云阁。这里曾是清末明初最大的综合商场，号称4大商场之首。别看门脸这么小，青云阁其实是座轿子楼，主厅不在街面上，只是在南北各伸出2个像轿杆一样的狭长的通道，南通观音寺街，北通杨梅竹斜街。这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轿子楼。青云阁是当时的高级商业综合体，可实现吃、喝、玩、乐、游、购于一站到位。商场内有普真园菜馆与湖春茶楼、步云斋鞋店，附近书舍众多老字号，是许多名流雅士们逛街、听戏、品茗、购物、聚会的地方。梁启超、鲁迅、梁实秋等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蔡锷将军与小凤仙在青云阁的普真园相遇，二人时常在此约会。据说普真园里一道名菜辣子凤节是小凤仙的最爱。上世纪80年代，根据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爱情故事改编的电影《知音》就在青云阁原址拍摄。31号是模范书局，这不是民国的遗物，而是古籍收藏家江巡按照世界书局的样式改造出的一家民国风建筑模范书局。这里曾是民国时期的声报社，怡保斋南文具店旧址，毗邻西侧为纯记公记签字局旧址。模范书局里所有陈列均为民国年间家具摆设，可以寻到不少日常显见的旧书，还有系列的雕版展演。除了这里，模范书局还曾经在天桥、金融街和铜陵阁路上开过3家店，尤其是2019年在铜陵阁路上开业的模范书局家诗空间，被誉为最美的书店，是在1907年的中华圣公会教堂基础上改建的。2020年疫情开始后，模范书局4家店，一天的总收入有时只有几百块，甚至有一家店某天的营业额竟是0。江巡为了书店不惜卖掉了自己的住房，即使这样还留下2000万的欠债。2022年1月16日，模范书局创始人江巡在货仓整理书籍时不慎从高处坠落，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1岁。Vista 看天下杂志2022年曾对此发过一篇文章，实体书店已经死了，正如我的丈夫。杨梅竹斜街25号是清朝重臣、书法家梁师正故居。梁师正是浙江钱塘人，雍正8年探花，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乾隆帝赐此宅给梁师正作为在京宅邸，当年梁师正曾把这处居所取名清琴堂。这位大学士是乾隆的御用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后就有他的提拔，后人对其书法评价很高，启功先生的书法就受他影响颇深。如今里面住的都是居民，虽经过修缮整理，但自建房屋依旧很多，历史原貌基本上荡然无存。杨梅竹斜街东口北侧有一家老北京兔爷，店主是兔爷的非遗传承人张忠强。窄小的店里摆满了大大小小形色各异的兔爷。兔爷是北京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从明朝开始，每逢中秋节，北京城里的百姓都会供奉兔爷。后兔爷转变成儿童的中秋节玩具。胡同东边有一家不怎么起眼的旅馆东升平宾馆，其前身是东升平浴池，原来是3层的砖木结构中式建筑，设备完善，清洁卫生，服务热情，而且还出售做工精致的面点，
称得上是民国时期北京城最好的浴池。杨梅竹斜街4号是泰丰楼饭庄西楼旧址。老北京人为了便于记忆，把知名的饭庄一一归类，于是就有了8大楼、8大堂、8大春、8大居之说。其中8大楼按照名气大小依次为东兴楼、泰丰楼、至美楼、红星楼、正阳楼、新丰楼、安福楼和春华楼。如今只存留下来3家，分别是东兴楼，也叫翠华楼、泰丰楼、至美楼。早年间，泰丰楼位于前门外梅市街1号，现在搬到前门西大街2号楼，主营山东风味，名菜有砂锅鱼翅、烩乌鱼蛋、葱烧海参、酱汁鱼、锅烧鸡等，尤以一品锅最为著名。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在京居住期间，曾慕名前往做客。袁世凯、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等人也都曾到泰丰楼用餐。